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简单从生活开始。你是否曾经打开衣柜，看到里面满满的衣服，却总觉得没衣服穿，或是每次想要整理房间，结果越收拾东西越多，最后还是一团乱。如果这些问题让你感到困扰，那么今天的内容一定会对你有帮助。今天我们要聊聊断舍离，这是一种能够帮助你整理空间、简化生活，让自己拥有更轻松生活方式的方法。这不是单纯的丢东西，而是一种帮助你重新审视物品价值，与杂物断绝关系，最终获得自由与快乐的整理术。很多人觉得整理是一件累人的事，甚至有人会觉得丢东西很浪费。但其实，当你真正了解断舍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不是你在丢东西，而是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正在剥夺你的自由和快乐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将带你从零开始，一步步学会断舍离，让你的家变得更简单、整洁、轻松愉快。那么，断舍离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词其实来自于日本，是由山下英子提出的整理概念。它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：一、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家门，学会克制自己的购物欲，不让家里再增加新的杂物。2、舍弃家中已经不再使用、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减少堆积如山的东西，让家变得更清爽。3、摆脱对物品的执着，不再被物品控制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自由、更轻盈。这3个步骤看似简单，但要真正做到，却并不容易。许多人在整理时，会产生舍不得的情绪，这是因为我们对物品有太多的依恋，可能是一件买了却没穿过的衣服，可能是一个用了好多年的锅子，甚至可能是一本你一直说要读但从没翻开过的书。但请记住，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存在，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能为你的生活带来帮助。在开始断舍离之前，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：你的家里有多少东西是你真的需要的？研究显示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只会使用到家中约 20% 的物品，也就是说，剩下的 80% 很可能只是堆积在那里，毫无用处。这些多余的物品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降低生活效率，甚至让我们感到无形的压力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明明东西很多，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明明房间已经塞满了东西，却还是不满足，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。这些都源自于我们对物品的过度依赖。断舍离的4大好处：一、减少压力，提升专注力。当你的环境整洁有序时，你的心情会变得轻松，专注力自然提升。2、节省时间，提高效率。当家里的东西变少，你就不会再花时间翻箱倒柜找东西，所有物品都能一目了然。3、节省金钱，减少冲动购物。当你意识到拥有更多不代表更幸福，你会降低购物的欲望，避免浪费金钱。4、提升生活品质，让家更舒适。当你丢掉不必要的杂物，家里会变得更加宽敞，住起来也会更舒服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建议从以下步骤开始：一、设定明确的目标。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断舍离？是为了让家里变干净？是为了降低焦虑？还是想要更简单的生活？当你有明确的动机，就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保持动力。2、采用分类整理法。新手常见的错误就是一次想要整理整个家，结果搞得自己筋疲力尽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从小范围开始，按照物品类别来整理。例如衣服，从衣柜开始，
筛选不再穿的衣物、书籍，清理书架上的书，留下真正会看的杂物，处理摆饰、小物件、文件等数位资料，电脑、手机里的照片、文件、APP 等。3. 是否保留的判断标准。当你犹豫是否该留下某样东西时，可以问自己，这个东西最近1年内有使用过吗？如果现在丢掉，我会后悔吗？这件物品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吗？我留下这个东西，是因为真的需要，还是因为舍不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放心舍弃了。4. 处理不要的物品，不一定要直接丢掉，可以捐赠给有需要的人，在二手交易平台转卖、回收或环保处理，这样不仅能减少浪费，还能让物品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很多人断舍离后，过一阵子又开始囤积杂物，这是因为没有建立长期维持的习惯。以下是几个简单的方法。1. 一进一出原则，每当你买一样新东西，就舍弃一样旧物，避免东西越来越多。2. 定期检视家中物品，每3到6个月做一次整理，确保家里不会累积太多不必要的东西。3. 控制购物欲，在购物前，先想清楚，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？避免冲动购物。4. 让家里的物品有固定位置，所有东西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，用完后立刻放回原位。当你开始断舍离时，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障碍，让你无法顺利舍弃物品。这些障碍可能来自情感依附、害怕后悔、囤积习惯，甚至是社会压力。以下我们来探讨几种常见的心理困难，以及如何克服它们。1. 害怕丢掉东西会后悔。许多人在整理时，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以后需要怎么办？这种心理障碍让我们很难真正放手。解决方法：你可以先把这些犹豫中的物品放进一个待确认区，设定一个时间，例如3个月或半年。如果在这段期间你完全没有使用过，那就代表它真的不需要了，可以放心丢掉或送人。问自己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我真的无法生活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就可以放手了。拍照留念：如果这件物品对你有情感价值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功能性，你可以拍照存档，保留回忆，而不是让实体物品占据空间。2. 物品承载了太多回忆。有些东西虽然已经不再使用，但它们承载了我们的回忆，比如童年玩具、老旧的信件、曾经的礼物等。这类物品往往最难舍弃，因为它们不只是物品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延续。解决方法：拍照存档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如果只是想保存回忆，可以用数位化的方式来记录，而不一定要留下实体物品。保留精华版：如果你有很多类似的纪念品，比如一整箱的童年照片，不妨挑选几张最具代表性的留下，而不是全部保存。转换用途：如果是某件旧衣服或布料，可以把它改造成抱枕或手帕，让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3. 家人不同意丢东西。有时候我们想整理，但家人却不愿意丢东西，甚至觉得丢掉太浪费，这让断舍离变得更加困难。解决方法：先从自己的东西开始。你无法改变别人，但可以先整理自己的物品。当家人看到你的改变，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沟通观念：试着和家人分享拥有少一点、生活更自由的想法，并请他们尝试一次简单的整理，让他们感受整洁后的轻松感。不强迫：有些人真的很难舍弃物品，与其强迫他们，不如慢慢引导，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。4.
物品太多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有些人会因为家里的东西太多，导致不知所措，最后什么都没整理。解决方法：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，不要一次整理整个家，可以先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开始，比如钱包、书桌抽屉、浴室用品等，这样比较不会有压力。设定整理时间，每天花15分钟清理一小区域，持之以恒，自然就能完成整个家的整理。使用4箱法则，准备4个箱子，分别标记为，这样整理起来更有系统，也比较不会犹豫不决。1. 要留下的， 2. 要捐赠或转卖的， 3. 要丢掉的， 4. 待确认的。许多人在断舍离之后，过一段时间又会开始囤积，这是因为没有建立长久的习惯。以下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维持简单生活。1. 一进一出原则，每当你买了一样新东西，就要舍弃一样旧东西。例如，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就让一件旧衣服离开，这样东西不会越来越多。2. 每个月进行小型整理，可以每个月挑一天，做一次简单的物品检查，看看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再需要，避免累积过多杂物。3. 学会无购物日，有时候我们购物只是因为习惯，而不是因为真正需要，因此可以尝试设定无购物日，比如1个月内挑选几天，完全不买任何非必要的物品，来练习克制购物欲。4. 拥有适量就好，我们不需要过度极简，但也不必过度囤积。举例来说，衣柜里有20件你喜欢穿的衣服，胜过100件你从不穿的衣服。少而精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们更快乐。除了实体物品，我们的电子设备也是一种隐形杂物。手机里塞满了没用的 APP， 电脑里堆满了杂乱的文件，这些数位垃圾也会让人感到压力。以下是几个简单的方法来做数位断舍离。1. 清理手机 APP， 打开你的手机，看看有哪些 APP 其实根本没用，删除不需要的 APP， 让手机更简洁，操作更流畅。2. 清理电脑文件，把桌面上不必要的文件归类、删除，把真正重要的文件整理好，放进适当的资料夹。3. 删除不必要的电子邮件，许多人的电子信箱里可能有上万封未读邮件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数位杂乱。每天花5分钟删除不需要的信件，让收件匣保持干净。4. 社群媒体的整理，如果你的社群媒体追踪了太多人，或是有很多让你感到压力的内容，那么不妨做个社群断舍离，取消关注那些不再让你感到快乐的账号，只留下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断舍离不只是整理物品，更是整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东西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简单、更轻松，内心也会更加自由。现在就从家里的一个小角落开始，进行你的第一步断舍离吧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行动，你会发现简单生活带来的快乐远比拥有大量物品更值得珍惜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简单、更快乐的生活。我们下次见。